我和发小4人合伙买彩票中了800万，可领奖后他却只给我们发了2000块红包当做占喜。他声称大家合伙买的彩票没有中奖，而中奖的那张是他掏私房钱单买的。闻言我二话没说，直接向法院申请了财产冻结。竟然你不留兄弟情面，那就别怪我硬刚到底了。我与发小雷子、大飞还有老陈有个名叫发财暴富小分队的群聊，这个群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是我们雷打不动的合伙做梦时间。我们4个约定，每次双色球开奖日，每人出50块钱，凑200块钱合买一张复式彩票，大家轮流选号，雷子负责去彩票店打票。礼拜二晚上9点半，我在公司加班，随手划开屏幕，下一秒，我的眼睛猛地睁大了。群里，雷子连发了4个极其显眼的微信红包。大飞是个急性子，平时手速最快，第一个抢了红包，紧接着在群里发了一连串惊恐的表情包。我操，500！雷子，你吃错药了，发这么大的红包！我心里也有些纳闷，顺手点开了属于我的那个红包，金额500元，4个红包，一个人500，那就是整整2000块。雷子这小子平时是出了名的抠门，买包10几块钱的烟都要扫大飞的码，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就在我疑惑的时候，雷子在群里发了一条长长的语音：兄弟们，发了！老子这次真的发了！今晚的大乐透我中了1等奖追加的830万啊！哈哈哈！老子明天就去把房贷还了，把那个破班辞了。这条语音一出，群里瞬间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死寂。800万，雷子你别他妈拿兄弟寻微笑，真中了！我的老天爷啊！咱们合伙买的那个号真中了！我就说今天选那个重号肯定有戏，这按比例分，咱们每人能分200多万啊！耗子大飞，咱们明天一起去领奖。老陈的这句话说出了当时我和大飞的心声，因为就在今天下午5点，我们刚按照规矩，每人在群里给雷子转了50块钱。雷子当时还在群里回了一句钱收到了，这就去打票。按照我们白纸黑字的群规，合伙买彩票，费用均摊，奖金平分。这800多万理应是我们4兄弟的共同财产。我的心跳也不争气的加快了，我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着，这笔钱是先买套学区房，还是先把爸妈接过来。然而，就在我们3个激动的快要跳起来的时候，雷子又发了一条语音，这条语音的语气明显没有了刚才的狂喜。那个老陈、飞子、耗子，咱们合伙买的那张票运气不好，全军覆没了。我发给你们的那2000块红包是我自己掏腰包请你们的。这张中头奖的彩票是我当时打完咱们的票之后，看时间还早，随手掏自己的私房钱另外打的一张复式票。也就是说，这中奖的号码是我自己选的，钱也是我自己出的。这830万是我个人的。群里再次陷入了死寂，这一次的死寂比刚才更让人感到窒息。雷子，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你私自打的？咱们以前不是说好了彩票大家一起买一起担风险吗？你怎么偷偷摸摸自己又打了一张，而且偏偏就那张中了？大飞，你这就没意思了吧？合伙的票没中，难道还不允许我自己额外买吗？我自己掏的钱，中的奖当然归我。我给你们一人发了500块的大红包，已经够意思了吧？人得知足啊。飞子，你别急。雷子，你这也确实是运气好。既然咱们那张合伙的没中，那确实不能沾你的光。不过你把咱们今天合伙那张没中奖的彩票照片发到群里，让大家看一眼，死个心。按照规矩，每次买完彩票，雷子都会把彩票拍张照发在群里。但今天下午，他破天荒的没有发照片，只说了一句打好了，装兜里了。哎呦，老陈，真是不巧。刚才兑完奖，一看咱们合伙的那张一个数字都没对上，我嫌晦气，顺手就给撕碎扔进楼下的垃圾桶里了。早知道你们要看，我就留着了。雷子这句话一出来，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突然剧烈的跳动了一下。作为一名常年和账目、数据打交道的审计员，我对逻辑和细节有着近乎职业病般的敏感。撕了，扔了，一张200块钱的复式彩票，在刚开完奖的几分钟内，就这么迫不及待地销毁了证据。我靠在椅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雷子的头像，脑海里突然闪过2天前的一个细节。就在这个礼拜天，雷子私下里给我发微信，死皮赖脸的跟我借了500块钱。当时他的原话是：耗子，借兄弟500救救急，家里电费都欠停了，发了工资马上还你。一个连电费都交不起，沦落到要跟发小借500块钱的人，今天下午在收了我们150块钱合伙资金后，竟然还有闲钱去自掏腰包买几百块的复式彩票，这根本不符合逻辑。而且他今天为什么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群里发彩票的照片？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急不可耐地销毁了所谓没中奖的彩票？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迅速成型，根本就没有什么2批彩票。雷子今天下午去彩票店只打了1张票，而那张票的本金就是我们4个人凑的那200块钱。他用我们的钱打了1张票，发现中了大奖后，巨大的贪婪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为了独吞这830万，他编造了一个极其拙劣的谎言，试图用区区1500块钱的红包堵住我们3个人的嘴，买断我们那原本属于我们的几百万份额。大飞在群里已经快气炸了，正在疯狂地发语音质问雷子，但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愤怒是最廉价的情绪，没有证据的指控只会打草惊蛇。我将手机熄屏，冷静地推开键盘，站起身，
830万，雷子，这笔钱确实能改变命运，但你想踩着兄弟们的信任独吞这笔钱，恐怕没那么容易。既然你要玩，那我们就好好查查这笔账。我拿起外套走出办公室，拨通了大飞的电话。飞子，别在群里骂了。10分钟后，老地方烧烤摊见。雷子的话有问题，那张彩票，咱们必须查到底。夜市的烧烤摊，烟熏火燎，人声鼎沸。大飞一口气灌下半瓶冰镇啤酒，把玻璃瓶重重地砸在满是油污的塑料折叠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周围几桌食客纷纷侧目，但他根本不在乎，一双眼睛因为愤怒而憋得通红。操，800多万啊！林浩，你说雷子是不是把咱们当傻子耍？平时吃个烧烤，他连个毛肚钱都跟咱们 AA， 今天突然跑去花几百块买什么私房钱彩票，他有个屁的私房钱，嫂子管他管得跟孙子一样。我没有大飞那么激动，只是平静地拿纸巾擦了擦桌子上的油渍，然后抬起眼皮看着他。你先别急着上火，你仔细回想一下，他刚才在群里说那张没中奖的彩票去哪儿了？他说撕碎了，扔楼下垃圾桶了，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我点了点头，压低了声音。对，但不仅如此，飞子，你知不知道？就在前天晚上，雷子私聊我，死皮赖脸的跟我借了500块钱。他说家里的电表跳闸了，欠费停电，连给孩子冲奶粉的热水都没有。大飞愣住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借钱交电费？那他今天下午哪来的钱买彩票？这就对了，咱们4个人，1人50，一共200。如果他真的打了2张票，一张合伙的复式，一张他自己的私房钱复式，那他今天至少要在彩票店花掉400块钱以上。我伸出手指敲了敲桌面，一个前天连电费都交不起，四处借钱的人，今天在收了咱们的150块钱之后，突然阔绰到能自掏腰包再去买几百块的彩票，而且买完之后刚兑完奖，连确认都不让我们确认一下，就迫不及待的把那张没中奖的票撕了。大飞虽然性格冲动，但不傻，听到我这么一分析，他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你的意思是根本就没有第2张彩票，他就是拿咱们凑的那200块钱打了1张票，结果这张票中了大奖，他看到800多万眼红了，想私吞。这只是我的推测，但在逻辑上这是唯一的解释。在审计学里，当一笔账目的资金来源不明，且凭证被刻意销毁时，这笔账100%有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他自己露出狐狸尾巴。妈的，老子现在就打电话问他。大飞是个炮筒子脾气，直接掏出手机按下了雷子的号码，顺手点开了免提。电话响了很久，久到大飞差点失去耐心要挂断重拨的时候，那边才接通。喂，飞子，这么晚了啥事？雷子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背景音有些嘈杂，像是翻箱倒柜的声音，还有他老婆压低声音的抱怨：“你在干嘛呢？怎么这么吵？”没干嘛，找点东西。咋了？红包抢到了吧？明天我请你们去吃海鲜大餐，帝王蟹管够。少他妈跟我扯帝王蟹！雷子，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说那张合伙的彩票没中，你现在去垃圾桶里把你撕碎的那些彩票碎纸片给我捡回来，拍个照发到群里。只要上面的号码不是中奖号，我大飞从此以后绝口不提这事。见面照样叫你一声哥。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只剩下雷子略显粗重的呼吸声。飞子，咱们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我还能骗你们那点钱不成？既然没骗，那你就把碎纸片找出来啊！就在你家楼下的垃圾桶里。那个，哎呀，真是不巧，我刚才下去扔垃圾的时候，刚好赶上咱们小区收垃圾的车过来，那垃圾桶早就被垃圾车倒空运走了。现在去哪儿找啊？听到这个极其低劣的借口，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我凑近手机麦克风，声音平静而冷酷地开了口：“雷子，我是林浩。”电话那头猛地安静了一下。雷子对我是有几分忌惮的，因为他知道我平时做事最讲究证据和逻辑。耗子也在啊。雷子，咱们那个老旧家属院物业是什么德行，你比我清楚。垃圾车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来清运，晚上10点钟哪来的垃圾车？你要编瞎话，能不能编个稍微符合常理的？雷子被我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死穴，电话里顿时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他无话可说了。谎言的雪球一旦开始滚动，就需要无数个更加离谱的谎言去填补漏洞，直到彻底崩盘。短暂的沉默后，雷子的心理防线似乎崩溃了，他不再结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拆穿后恼羞成怒的疯狂。林浩，你在这跟我冲什么福尔摩斯？你们就是眼红，你们就是看我中了800多万，想来分一杯羹。我告诉你们，门都没有。雷子，你讲不讲道理？那是大家合伙的钱。什么合伙的钱？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合伙的没中，中奖的是我自己的私房钱。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中奖的那张是拿你们的钱买的？老子现在是有钱人了，800多万，你们再敢纠缠我，我花钱请最好的律师告你们敲诈勒索。雷子的话像是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地割断了我们30年的兄弟情分。在800万的巨款面前，人性那层虚伪的面纱被撕得粉碎，露出了里面最贪婪、最丑陋的獠牙。行了，跟你们这些穷鬼没什么好说的，老子明天就去市福彩中心领奖，以后咱们走在大街上，谁也别认识谁。那2000块红包就当是喂狗了。还没等大飞破口大骂，雷子直接挂断了电话。大飞气得浑身发抖，差点把手里的啤酒瓶砸碎。他立刻点开微信，在发财暴富小分队的群里输入了一大串国骂。然而消息发出去的瞬间，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刺眼的红色感叹号。
系统提示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大飞愣住了，我也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不仅是大飞，我也被雷子拉黑了。紧接着群聊界面显示雷子已退出群聊。就在这时，老陈的电话也打了过来，老陈的声音里满是震惊和无奈。耗子、飞子、雷子把我也拉黑了，这小子这是真的想把钱独吞了？咱们30年的感情就值这800万吗？800万足够让一个人把亲爹都卖了，更何况是发小。耗子，现在怎么办？他明天要是去领了奖，把钱一转移，咱们上哪儿说理去？我站起身，一把抓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目光锐利地盯着大飞。刚才他在电话里除了心虚，你还没听出别的什么动静吗？什么动静？背景音挺吵的，像是在翻柜子。对，翻箱倒柜，还有拉链拉上的声音。如果他真的问心无愧，他有什么好慌的？他拉黑我们退群，不仅是因为心虚，更是为了切断联系。他现在的精神处于极度亢奋和恐惧交织的状态，他怕我们找上门去闹，怕节外生枝。你的意思是？他在收拾行李，一个突然中了800万又做贼心虚的人，第一反应绝对是逃离熟悉的环境。他很可能连夜就要搬走。我操，这孙子想跑！走，去他家！我扔下2张100元大钞在桌上，和大飞快步走向停车场。夜晚的城市街道有些空旷，大飞把他的那辆破捷打开得飞快，一路上连闯了2个黄灯。15分钟后，我们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雷子所在的老旧家属院门口。大飞推开车门就要往雷子住的3号楼冲，我一把拽住了他的后脸。嘘，你看那边。大飞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借着微弱的路灯光晕，我们清楚地看到一辆灰色的破旧面包车正停在单元门前，面包车的后备箱大敞着，雷子正满头大汗地提着2个巨大的黑色蛇皮袋，像做贼一样从楼道里窜出来，手忙脚乱地把袋子塞进后备箱。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老婆，手里还抱着他们刚满2岁、正在熟睡的孩子。他老婆脸上满是惊恐和迷茫，显然是被雷子半夜从被窝里拽起来的，连衣服都没穿整齐。快点，别磨蹭了，赶紧上车！雷子压低声音，恶狠狠地催促着老婆，眼神还像受惊的耗子一样四处乱瞟。这一幕彻底坐实了我的猜想，这哪里是中了大奖的光宗耀祖，这分明就是做贼心虚的连夜潜逃。如果真的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彩票，他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他就是运气好，但他没有，他选择了用极其卑劣的谎言欺骗我们，现在甚至不惜带着老婆孩子半夜像逃犯一样搬家，这就说明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张价值800万的彩票根本就不属于他一个人。妈的，老子弄死这个畜生！大飞的眼睛瞬间红了，那是被人当猴耍，被兄弟背叛后最纯粹的暴怒。他随手从绿化带里抄起一块板砖，像一头发疯的公牛一样就要冲上去。大飞，回来！我猛地扑上去，从后面死死地抱住大飞的腰，将他按在捷达车的引擎盖上。你放开我，耗子！你放开我！今天我不打断他的腿，我不叫大飞！你打断他的腿，然后呢？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你把他打坏了，故意伤害罪，至少判3年。你进了监狱，你老婆孩子谁来管？这800万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一个人花。我的这番话像是一盆冰水，终于浇灭了大飞心头的一点邪火。他手里的板砖无力地滑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跑，耗子！我不甘心啊，那是咱们的钱呢。我松开大飞，站直身体，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我看着不远处，雷子已经关上了面包车的后备箱，启动了汽车。尾灯的红光在夜色中划过一道刺眼的轨迹，很快消失在小区的出口。他逃得很狼狈，但也逃得很决绝。他跑不掉的，和尚跑了庙还在。我看着汽车消失的方向，眼神冰冷的像是一潭死水。长期的审计工作让我明白，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笔交易是能够真正做到雁过无痕的。他今天下午去打票的那家彩票店就在他公司楼下。彩票店为了防盗和解决纠纷，柜台上方一定会安装高清的监控摄像头。大飞愣了一下，随即眼睛亮了起来。你是说？雷子撒谎说他打了2张票，只要我们能拿到监控录像，看看他当时在店里到底掏了几次钱，打了几张票，所有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我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时间已经是凌晨12点半。走吧，先回家睡觉，明天一早彩票店开门，咱们去会会那个老板。在监控录像被覆盖之前，这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致命的翻盘机会。这场关于800万和人性的博弈才刚刚开始。第二天一早，江城的天空阴沉沉的，似乎酝酿着一场暴雨。我几乎一夜没合眼，脑子里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的变数和应对方案。早上7点半，大飞的捷达车准时停在了我家楼下。他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车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脚底下的烟灰缸已经塞满了烟头。走吧，去雷子公司楼下的那家彩票店。我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系好安全带，声音因为熬夜有些沙哑。大飞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发出一声破旧的轰鸣，冲上了早高峰的街道。雷子公司楼下的这家中国体育彩票店开在一个不起眼的临街铺面里。当我们赶到的时候，隔着老远就看到彩票店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喜气洋洋的。店门头的 LED 滚动屏上正用最鲜艳的红色字体循环播放着一条让人眼红的喜讯。不仅如此，店老板甚至还请了2个舞狮的在门口敲锣打鼓，门两边摆满了庆祝的花篮。
妈的，这800多万本来有咱们一份的。大飞看着那横幅，眼睛都红了，咬牙切齿的就要推开车门冲下去。你给我坐下！你现在冲进去干嘛？揪着老板的领子让他给你看监控，你信不信他直接报警说你寻衅滋事？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干看着？买卖人求的是和气生财，老板今天心情好，咱们得顺着他的毛驴。我推开车门，转身走向旁边的一家高档烟酒店，花了几百块钱买了2条软中华。出来后，我递给大飞1条，自己拆开另1条，拿了1包在手里，剩下的塞进包里。一会儿进去看我眼色行事，千万别发脾气。我低声叮嘱了一句，带着大飞走进了那家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彩票店。店里烟雾缭绕，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胖子，正满面红光地站在打票机前，双手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可不是嘛，就在我这台机子上打出来的。我挤过人群，趴在柜台上，没有急着提监控的事，而是直接扫码付了500块钱。老板，给我拿10张50的顶呱呱，沾沾你们店的仙气。好嘞，兄弟，祝你也中个180万的。老板一看来了大主顾，立刻笑得见牙不见眼，麻利地撕下10张刮刮乐递给我。我拉着大飞走到一旁，装模作样地刮了起来。不出所料，500块钱的刮刮乐最后只刮出了80块钱的安慰奖。我拿着中奖的刮刮乐走回柜台，顺手把那包刚拆封的软中华拍在了老板面前。老板，这80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您随个份子。这烟您拿着抽，今天您这店里可是大喜事啊！老板眼睛一亮，这可是大几10块钱一包的好烟。他不动声色地把烟揣进口袋，对我的态度瞬间亲热了不少。哎呦，兄弟，你太客气了。嗨，我也就跟着喝点汤，赚个洗面钱。见时机成熟，我微微凑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装出一副神秘又有些无奈的表情。老板，实不相瞒，昨天下午在您这儿中那个800多万的是我亲哥们儿，他姓雷，对吧？老板愣了一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眼，随即一拍大腿。对，瘦高个儿，经常来我这打票的那个小雷嘛。哎呦，你们是他哥们儿啊？那今天晚上不得狠狠宰他一顿？这不是出了点误会吗？那张票其实是我们几个兄弟合伙凑钱让他来买的，结果这小子昨晚喝多了，一激动把当时您这儿出票的存根和照片全给弄丢了。现在几个兄弟为了这钱到底是怎么个凑法，正在群里闹矛盾呢。老板一听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显然是不想卷入这种利益纠纷里。我赶紧趁热打铁，把包里那整条没有拆封的软中华拿出来，悄无声息地从柜台下面推到了他的腿上。老板，您放心，绝对不给您添麻烦。我们就想查一下昨天的监控，就看一眼昨天下午5点左右，他到底是在您这儿打了几张票？是打了1张，还是打了2张？我们兄弟几个确认一下出票的张数和金额，回去内部把账算清楚就行了。老板隔着裤子摸到了那条沉甸甸的香烟，脸色犹豫了一下。您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我们直接去派出所报案调监控也行，就是怕警察同志一来，影响了您店里今天这红火的生意。老板一听派出所3个字，立刻妥协了。今天正是他做生意的大好时候，他可不想招惹警察上门，惹人非议。行吧，就看一眼啊，你们可别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老板把那条烟迅速塞进抽屉，然后示意我们在柜台旁边的小电脑前蹲下。他自己熟练地调出了监控录像的后台。昨天下午5点是吧？店里有3个摄像头，这个正对着柜台，拍得最清楚。我和大飞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2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画面上的时间飞速倒退，最终停留在昨天下午16点55分。此时彩票店里的人不多，屏幕的右下角，一个穿着灰色夹克、身形瘦高的男人走了进来。大飞的手猛地攥紧了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掐进了我的肉里。那是雷子。监控画面极其清晰，甚至能看清雷子脸上的表情。他径直走到柜台前，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我知道他那是在看我们群里发给他的号码。随后他开始对着老板念号码。老板在机子上飞快地敲击着。停一下，老板，麻烦您把声音也放出来。老板点开播放器上的喇叭图标，略带杂音但足够清晰的对话声传了出来。老板，照这个号打个复式，一共200块，扫微信还是支付宝？微信。监控画面里，雷子举起手机对着柜台上的收款码扫了一下，紧接着最关键的一幕出现了，彩票打票机发出啧管的打印声，随后一张长条形的彩票被吐了出来。老板把那张彩票递给雷子，雷子接过彩票看都没看，随手塞进了夹克的内口袋里，转身走出了彩票店。监控画面继续播放，时间指向了17点05分，店里进进出出好几个人，但雷子再也没有回来过。没有第2张彩票，没有任何所谓的私房钱另外打的1张。老板，他昨天下午就打了这一张200块的票，对吧？对啊，就这一张。他昨天扫码的时候还跟我抱怨着，说这个月手头紧，电费都交不起了。这是跟几个哥们儿凑的最后一点零花钱，要是再不中，下个月连烟都抽不起了。这几句话像是一记重锤，彻底砸碎了雷子所有的谎言。这个畜生，这个连电费都交不起的畜生，他不仅吞了咱们的钱，还把咱们当傻子骗。老子要把这监控拍在他脸上，看他还怎么狡辩。说着，大飞就要掏出手机录像。别冲动，老板，误会解开了，谢谢您。能不能麻烦您把这段视频截取一下，拷到我的手机里，我们回去也好给群里其他兄弟一个交代。老板拿了我的烟，自然好说话，加上只是个内部纠纷，便麻利地把那几分钟的监控录像导了出来。
通过微信发给了我。拿到铁证的那一刻，我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手机，而是一把足以将雷子虚伪面具彻底撕裂的利刃。走出彩票店，外面的天更阴了，隐隐有雷声在云层里翻滚。耗子，现在证据有了，直接去报警，告他诈骗，告他侵占财产。大飞在街边来回踱步，愤怒让他像一头困兽。报警没用，这种没有书面协议的合伙纠纷，警方大概率会把它定性为经济纠纷，让我们去法院自诉。如果警察真的立案了，那就是漫长的调查取证，等案子查清，那800多万早就被他挥霍或者转移一空了。那你说怎么办？就拿着这段视频去找他对质，他要是一口咬定视频里的那张彩票没中奖，中奖的那张是在别的店买的呢？大飞的顾虑是对的，雷子既然敢连夜搬家，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死不认账的准备。现在的雷子就是一个被金钱蒙蔽了心智的疯徒。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老陈发来的。耗子、飞子，你们快看雷子媳妇的微信朋友圈，雷子把他媳妇的号也解除了，3天可见，故意显摆呢。我点开老陈发来的截图，那是一条刚刚发布的朋友圈动态。照片里是一个金碧辉煌的5星级酒店包厢，桌上摆满了帝王蟹、奥龙和飞天茅台。雷子手里端着酒杯，红光满面的站在最中间，周围簇拥着他老婆娘家的一大群亲戚。配文极其嚣张，感谢命运的馈赠，人生第一桶金，今晚江城大酒店 V888包厢，庆祝乔迁之喜，不醉不归。操！拿着我们的钱摆阔，请他老婆娘家人吃奥龙，把我们这些出钱的兄弟拉黑，像防贼一样防着。老子现在就去掀了他的桌子！我没有拦他，我收起手机，抬头看着压抑的天空，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彻骨的冷笑。去，当然要去。我拍了拍大飞的肩膀，声音在闷雷中显得异常清晰。不过，既然他摆了这么大一个戏台，咱们就不能空着手去。今天晚上，咱们不仅要掀了他的桌子，还要扒下他这身800万的皮。江城大酒店，本地最老牌的5星级酒店，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雷声滚滚。但酒店里依然金碧辉煌，温暖如春。大堂里流淌着舒缓的钢琴曲，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氛味道。大飞的捷达车停在满是豪车的露天停车场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下了车，连伞都没打，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大步流星地跟着我走进了旋转玻璃门。我们径直上了8楼，顺着厚厚的地毯，找到了尽头那间最为宽敞奢华的 V88包厢。还没走到门口，里面就传出了阵阵喧闹的敬酒声和放肆的大笑声。隔着厚重的实木雕花大门，雷子那因为酒精和极度亢奋而高亢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们的耳朵。来来来，大舅哥，这杯飞天茅台我敬你。以前小弟混得不好的时候，多亏了哥哥你接济，现在弟弟我站起来了，以后你在城里买2套房的首付包在我身上。哈哈哈，好妹夫，我就说我妹妹没看错人。对了，刚才听秀芬说你那几个穷哥们儿还想来分你的奖金。呸！别提那几个晦气玩意儿，一群一个月赚几千块的穷鬼，平时吃个烧烤都要算计半天。现在看老子发财了，眼红的像得了红眼病一样。我都跟他们说了，合伙的票没中，这是我自己掏私房钱买的。我还大发慈悲，一人赏了他们500块钱的大红包。结果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居然还想厚着脸皮来平分我的800万，真当老子的钱是大风刮来？就是彩票这种东西，就是各凭运气。他们没那个富贵命，还想强行沾光，真不要脸。你以后可得离这种垃圾人远点。那必须的，我已经把他们全拉黑了。明天我就去领奖，换个大平层，买辆大奔，跟这种底层垃圾彻底划清界限。门外，大飞的呼吸已经粗重的像个风箱，他双眼通红，拳头捏得死紧，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着可怕的苍白色。耗子，你听听，你听听，这还是人话吗？大飞咬着牙，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极其压抑的愤怒和悲凉。30年的交情，在雷子的嘴里变成了底层垃圾。我没有说话，因为愤怒已经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了。我伸出手拍了拍大飞的肩膀，门没锁，踢开。大飞猛地抬起一脚，狠狠地踹在那扇厚重的实木门上，伴随着一声巨响，2扇大门轰然向内撞开，重重地砸在墙壁上。包厢里原本热火朝天的喧闹声戛然而止，仿佛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包厢里足足坐了15、16个人，全都是雷子老婆娘家的亲戚。桌上摆满了比脸还大的帝王蟹，手臂粗的澳洲龙虾，还有好几瓶拆了封的飞天茅台。雷子正端着一杯酒，满面红光地站在主位上，看到门外满身雨水、面色阴沉的大飞和我，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手一抖，杯子里的茅台洒了一大半。你们怎么找来的？雷子的声音不自觉地发着颤，但很快他意识到这是在自己娘家人面前必须要撑住场面。林浩、大飞，你们还有完没完？跟踪我是吧？保安呢？赶紧叫保安把这2个闹事的赶出去！你们2个疯狗是不是有病啊？追到这里来要饭，我老公中奖关你们什么事？赶紧滚出去！大飞根本不理会他们的叫嚣，像一尊杀神一样大步走进包厢，一把抓起桌上的一瓶茅台酒，啪的一声砸碎在地上，玻璃渣四溅，刺鼻的酒气瞬间弥漫开来。包厢里的女眷吓得尖叫起来。敢在我妹夫的酒局上闹事，你当老子是死人了？信不信我今天让你横着出去？来，
往这儿砸！今天老子要是皱一下眉头，就是你孙子！老子倒要看看，拿我们的钱装大款，你们这顿饭吃得下咽不咽？眼看就要爆发肢体冲突，我从大飞身后走了出来，一把按住了大飞的胳膊，将他拉到身后。我环视了一圈包厢里那些惊疑不定的亲戚，最后将目光死死地定在雷子那张因为心虚而微微抽搐的脸上。雷子跑得挺快啊，前天晚上还低三下四地找我借500块钱交电费，今天晚上就在这 V88包厢里请吃帝王蟹，这跨度不小啊！雷子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他避开我的眼神，硬着脖子狡辩：“老子中了大奖，吃顿好的怎么了？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林浩，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好，既然你说这是你自己的钱，那我们今天就当着你大舅哥，当着你所有亲戚的面，把这笔账算清楚。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昨天下午你到底是在彩票店打了几张票？2张，我跟你们说了1万遍了，是2张。一张是拿你们那200块钱凑的合伙票，没中，我撕了；另一张是我掏私房钱买的，就是中奖的这张。你们就是想耍赖抢钱？你确定撕了？对，撕了，扔进垃圾桶，被垃圾车拉走了，死无对证，怎么着吧？很好，我点了点头，不再跟他废话。我站起身，走到包厢角落里的那个用来唱歌的超大屏液晶电视前，我掏出手机，打开了蓝牙投屏功能。滴的一声轻响，我的手机屏幕成功投影到了那块80寸的大屏幕上。大家都别急着吃海鲜了，先看场微电影。雷子，你要的对证我给你带来了。我点开了手机里那段从彩票店老板那里拷来的监控视频，视频的画质极其清晰。屏幕上雷子穿着那件灰色的夹克走进了彩票店，包厢里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屏幕吸引了过去。雷子的眼睛猛地瞪大了，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下意识的想要冲过来抢我的手机。大飞眼疾手快，像拎小鸡一样一把揪住雷子的衣领，将他死死地按在椅子上。给老子坐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视频继续播放，大屏幕的音箱里传出了彩票店极其清晰的对话声。老板，照这个号打个复式追加。这是雷子的声音，号码正是我们在群里发给他的那个号码。紧接着打票机发出了戳脚的打印声，全包厢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机子里只突出了一张长条形的彩票，一共200块，扫微信还是支付宝？微信。雷子扫码付款，将那唯一的一张彩票揣进口袋，转身离开。视频到此结束，画面定格在雷子走出店门的那一刻，死寂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包厢里除了急促的呼吸声，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雷子的大舅哥举着酒瓶的手僵在半空中，秀芬捂着嘴，完眼的不敢置信。那些原本还在吹捧雷子的亲戚们，此刻看向雷子的眼神充满了错愕和怀疑。2张彩票，雷子，你解释一下，为什么监控里你只打了1张票？为什么老板说你总共只付了200块钱？这就是你那张价值830万的私房钱彩票，你拿我们4个人凑的200块钱打了1张票中了奖，然后告诉我们没中，你想独吞这笔钱，还骂我们是穷鬼，是垃圾。雷子浑身如同筛糠一般剧烈的颤抖着，大滴大滴的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张着嘴，像一条搁浅的鱼，拼命的想要呼吸，却半天挤不出一句话来。铁证如山，在高清的监控录像和音频面前，他那套拙劣的谎言被彻底粉碎，连一丝狡辩的余地都没有。他老婆秀芬也慌了神，她虽然平时泼辣，但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诈骗指控，也吓得脸色发白。她偷偷拽了拽雷子的衣角：“老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你自己买的吗？”闭嘴！雷子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猛地甩开老婆的手，极度的恐惧和对失去800万的恐慌，让他的心里彻底扭曲了。他知道装不下去了，索性撕破了最后一层伪装，露出了最原始的无赖嘴脸。是，老子承认，那张票就是拿你们的200块钱打的，那又怎么样？打票的是我，选号的是我，现在彩票就在我的贴身口袋里。彩票是不记名的有价证券，谁持有谁就拥有兑奖权，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雷子疯狂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发出砰砰的响声，唾沫星子横飞。你们有监控又怎么样？这最多算是老子挪用了你们每人50块钱，大不了老子现在赔你们1人5000，5万都行。但这800万的奖金是属于持票人的，也就是我。老子明天一早去福彩中心领奖，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你们去告我，有种你们去法院告我。大飞被他这番无耻到极点的言论气得几乎要失去理智，举起拳头就要往他脸上砸。你他妈的还要不要脸？老子今天就先弄死你！大飞，住手！我再次拦住了大飞。面对雷子的歇斯底里，我没有丝毫的愤怒，反而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雷子，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把彩票捂在口袋里，熬过今天晚上，明天早上去把钱领了，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彻骨的嘲笑。怎么，你还能在福彩中心门口抢劫不成？我是个讲法律的人，抢劫那种事我不干。我从公文包里慢条斯理地抽出了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文件，直接摔在了那盘被吃得残缺不全的帝王蟹上。既然你懂法律，
那你应该听过一个词，叫诉前财产保全。我看着雷子瞬间放大的瞳孔，一字一顿地宣告了他的死刑。你明天去领奖可以，但我保证，那830万的奖金只要一进入你的银行账户，就会被法院当场冻结，你连1分钱都提不出来。盖着法院鲜红公章的诉前财产保全裁定书复印件，静静地躺在残羹冷炙之间。包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雷子死死地盯着那张纸，眼角剧烈地抽搐着。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抓起那份文件，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假的，这绝对是假的！林浩，你少拿这种从复印店弄出来的假文件吓唬我！今天下午你才拿到监控，法院早就下班了。哼，你哪来的时间办这种东西？我看着他那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模样，冷冷地笑了。雷子，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审计和法务很多时候是不分家的。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眼神中透着毫不掩饰的锋芒。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今天下午在你忙着预定这家5星级酒店包厢，忙着发朋友圈炫耀的时候，我大飞还有老陈，我们3个人正坐在律师事务所里。我每说一句话，雷子的脸色就苍白一分。为了申请这笔高达830万的财产保全，大飞拿出了他那家汽修店的营业执照和流水，老陈拿出了他准备给儿子交首付的毕生积蓄，我押上了我那套刚还完贷款的房子。我们凑齐了担保金，找了最专业的诉讼保全担保公司，走了法院的绿色紧急通道。我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极具压迫感地逼近雷子。这份裁定书的电子版在1个小时前就已经下发到了各大银行的系统里。雷子，你以为你今晚能睡个好觉吗？你以为你明天去福彩中心领了支票就能逍遥法外了吗？我告诉你，只要那笔奖金一打进你的实名银行卡，系统的冻结程序就会瞬间启动。你就算看着账户里有800多万，你也连1分钱的馒头都买不出来。我的话音刚落，大舅哥手里的空酒瓶吧嗒一声掉在了地毯上。包厢里那些原本还对雷子溜须拍马的亲戚们，此刻全都像躲避瘟神一样，悄悄往后退了几步。他们是势利眼，但他们不傻。刚才的监控录像已经证明了雷子是在诈骗兄弟的钱，现在连法院的冻结文书都下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800万根本就不是什么能随便花的横财，而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没纠纷吗？这怎么连法院都扯进来了？我明天厂里还有事，我先走了啊。说完，大舅哥连招呼都没打，抓起外套就灰溜溜地走出了包厢。树倒猢狲散，短短1分钟不到，原本拥挤的 V88包厢走的只剩下雷子、秀芬以及那个还在婴儿车里哇哇大哭的孩子。桌上那只巨大的澳洲龙虾此刻正张牙舞爪地对着天花板，仿佛在嘲笑这场荒诞的闹剧。你们别走，回来，我明天就去领钱，我有钱。雷子绝望地冲着门口喊着，但回应他的只有走廊里匆匆离去的脚步声。你这个骗子，你不是说钱全归你吗？你不是说带我住大平层吗？现在法院都要查封你了，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娘俩都害死啊？秀芬终于崩溃了，像个疯婆子一样又哭又闹。雷子被秀芬抓得满脸血道子，他一把将秀芬推倒在地，双眼血红地看着我和大飞，像是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林浩，算你狠，算你们狠，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彩票在老子手里，就算钱冻结了，那也是在我的账户里，你们想拿走？做梦！咱们法庭上见，老子花100万请教成最好的律师，陪你们玩到底。好啊，那咱们就法庭上见，你最好祈祷你的律师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耗子，咱们走，这屋里的空气真他妈让人反胃。我转过身，和大飞并肩走出了包厢，身后是秀芬凄厉的哭喊声和雷子无能狂怒的砸东西声。走出江城大酒店，外面的暴雨依然在肆虐。坐进大飞那辆破捷达里，大飞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长长的吐出一口恶气。爽，真他妈的爽！耗子，你刚才看到雷子那孙子的表情没有？脸都绿了，真解气。飞子，今晚只是第一步，真正难打的仗还在后面。我冷静地分析道，雷子说的对，彩票是不记名有价证券，即便我们有监控录像证明他只打了1张票，证明他挪用了我们的钱，但在法律上要把这种合伙意向和那张具体中奖的彩票完全绑定，还需要形成无懈可击的证据链。监控录像还不算铁证，算，但对方律师一定会从涉性合同和资金混同的角度来诡辩。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干！就算打到倾家荡产，我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第二天上午，雨停了，空气中透着一丝沉闷的湿热。是福彩中心的大厅里，雷子戴着口罩和鸭舌帽，像个做贼一样缩在对讲室的沙发上。他的眼底满是红血丝，显然是一夜没睡。虽然昨晚我的警告让他心惊肉跳，但他心里依然存着一丝侥幸。他觉得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法律程序。他觉得只要自己动作够快，把钱转到秀芬或者其他亲戚的卡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吞下这笔巨款。经过极其漫长和煎熬的核验程序，中午12点，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终于将一张扣除了20%个人所得税后，面额为664万的转账支票递到了雷子的手里。拿到支票的那一刻，雷子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张薄薄的纸片，
600多万，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他顾不上吃饭，像疯了一样冲出复赛中心，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市中心最大的建设银行营业厅。办业务转账，快给我办转账！在 VIP 柜台前，雷子把身份证和支票拍在柜台上，声音急促地变了调。他要把钱全部转入一个他早就准备好的不记名的远房亲戚的账户里。柜员面带微笑地接过支票，开始在电脑上操作。随着柜员手指的敲击，雷子的心跳越来越快。他死死地盯着柜台上的密码器，仿佛那是通往天堂的钥匙。先生，您的支票已经入账了，总金额664万。太好了，马上给我转出去，全部转到这个账号。雷子迫不及待地递过去一张纸条。然而柜员在敲击了几下键盘后，眉头突然皱了起来。他反复操作了2次，脸色变得有些凝重。怎么了？快转啊！不好意思，雷先生，系统显示您的这个账户目前处于司法冻结状态，资金只进不出，无法进行任何转账、提现或消费操作。雷子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仿佛有一记闷棍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冻结？什么冻结？这是老子刚中的奖金，谁敢冻结我的钱？雷子疯狂地咆哮起来，引得大厅里其他储户纷纷侧目。系统显示是江城市某区人民法院在今天上午9点下达的诉前保全冻结指令，冻结期限为1年。如果您有任何异议，请联系受理法院。雷子一把抓过那张单据，看着上面冷冰冰的法律条款，双腿终于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扑通一声瘫软在 VIP 柜台前的转椅上。664万，真金白银地躺在他的账户里。他甚至能在手机银行上看到那一长串诱人的脸，但他连1分钱都动不了。他甚至连打车回家的50块钱车费都得从微信零钱里扣。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甚至随时可能被法院强制划走一半的绝望感，比一开始就没有中奖还要让他感到痛苦1万倍。0号，0号！雷子在银行大厅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颤抖着拨通了那个他昨晚刚刚拉黑的号码。电话响了3声，接通了。喂，0号，你他妈够狠！你把我的账户动了，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雷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语气中夹杂着绝望和疯狂。雷子，把你往死里逼的是你自己的贪婪。那2000块的红包你收回去，那800万的奖金咱们法庭上按规矩分。分你妈！老子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我马上就去请律师，我请最好的律师。你们没有书面协议，你们拿我没办法的。老子就算把这600多万全给律师当律师费，也绝对不会便宜了你们。好啊，准备好你的证据，雷子。我对着话筒，语气森冷。咱们法庭见。3个月后，江城市基层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这3个月里，那笔高达830万的奖金就像一块被冰封的肥肉，死死地冻在雷子的账户里。他过得并不好。听说因为没钱付5星级酒店的尾款和高昂的律师费前置定金，他到处借高利贷。连他老婆的娘家人都天天堵着门骂他是个惹事精。但今天雷子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他穿着一套崭新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早早地坐在了被告席上。坐在他身边的是他花了重金请来的江城赫赫有名的商业纠纷大状吴律师。吴律师50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眼神里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精明和冷酷。相比之下，原告席上的我们显得有些憔悴。大飞为了这事儿连修车店的生意都顾不上了，老陈更是愁出了几缕白发。我作为主要诉讼代理人，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这3个月来我一点点收集整理的证据卷宗。随着审判长一锤定音，这场关乎800万巨款和30年人性的审判正式拉开帷幕。庭审的初始阶段非常顺利，我站起身，将证据链有条不紊地呈堂。审判长，我方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是微信群发财暴富小分队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记录清晰显示，在开奖当日下午4点50分，原告3人分别向被告雷某转账50元，共计150元。被告回复钱收到了，这就去打票。这构成了明确的合伙购买彩票的口头契约与资金交付。第二组证据是江城市某体育彩票投注站的监控录像及音频。录像显示，被告在当日下午4点55分，也就是收钱后的5分钟进入彩票店，口述了群里讨论的号码，并只打印了唯一一张面值200元的复式追加彩票。基于以上事实，我方主张被告所持有的中奖彩票系使用合伙资金购买，其产生的830万奖金理应按4人平分，每人享有25%的份额。我的发言掷地有声，逻辑严密，证据环环相扣。旁听席上甚至传来了几声低声的赞同。在普通人朴素的道德观念里，这案子简直是铁板钉钉。拿了大家的钱买了一张票中了奖，这钱当然是大家的。老陈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大飞也用挑衅的眼神看着雷子，仿佛在说，看你今天还怎么狡辩。然而对面的吴律师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慢条斯理地翻开面前的卷宗，扶了扶金丝眼镜，嘴角勾起一抹职业且冰冷的微笑。审判长，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我方全部予以认可，我们承认收了那150元，也承认监控录像里的画面完全真实。吴律师的开场白让大飞愣住了，我也微微眯起了眼睛。在法庭上，对方痛快地承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往往意味着他们准备了更恶毒的法律陷阱。承认事实并不代表认可原告的法律主张。
原告方犯了一个极其常识性的法律错误，那就是混淆了委托合同纠纷与彩票中奖这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概念。他站起身，目光如炬地看向审判长。首先，关于资金混同，彩票是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证券。被告在付款时使用的是微信余额，当时被告的微信钱包里有近3000元的生活费，原告转来的150元已经与被告的个人财产发生了混同。当被告支付200元购买彩票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人能证明这扫码付出去的200元中包含了原告的那150元特定货币。你放屁！他前天刚借钱交电费，他哪来的3000块钱？大飞一听这话，差点气得跳起来。审判长敲了一下法锤，肃静，原告方注意法庭纪律。吴律师轻蔑地瞥了大飞一眼，继续他那无懈可击的诡辩。其次，购买彩票在法律上属于涉性行为，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和偶然性。由于彩票的不记名属性，谁持有、谁兑奖、谁受益是铁律。被告持有这张彩票，他就是唯一的合法所有人。那么，那150元算什么呢？我方当事人承认，他确实接受了原告代买彩票的委托，但他因为个人原因违背了这个口头约定，并没有用那150元去帮原告买彩票，他仅仅是去帮自己买了一张私人彩票。吴律师这番话一出，简直是刷新了无耻的底线。他在法庭上公然承认雷子违约，甚至承认雷子背信弃义，但他巧妙地用法律术语把这种背叛切割成了另一种程度极轻的民事责任。既然是代理行为存在瑕疵，属于违约，那么根据合同法，违约的代价是什么？是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既然没买彩票，原告的损失就是那150元本金。我方当事人愿意当庭退还原告150元，并额外支付1000元作为精神补偿。但是，这830万的中奖彩票系我方当事人以个人名义、个人资金购买的独立财产。原告企图用区区150元的违约债务来强行瓜分爸的个人法巨额财产，这在法律上是极其荒谬且毫无依据的。恳请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立即解除对我方当事人银行账户的落冻结。吴律师的陈述结束了，法庭内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老陈的脸色惨白，大飞更是双眼通红，拳头砸在桌面上，却因为刚才的警告不敢发作。狠，太狠了！这根本不是在讲道理，这是在利用法律的机械性和程序上的漏洞，进行一场完美的合法抢劫。雷子坐在被告席上，看着我们这副被逼入绝境的模样，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他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嘴角咧开一个极其嚣张的弧度，甚至隔着法庭的距离，对着我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你输了。”他的眼神里写满了嘲弄。你林浩就算再聪明，就算拿到了监控，在顶级的法律专家面前，你们这群穷光蛋依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子把钱拿走。审判长推了推眼镜，眉头微锁。作为法官，他当然看得出被告的无赖，但法律讲究证据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资金混同和涉性合同的不记名属性，确实是原告方极难跨越的法律壁垒。原告方、被告方主张其购买的唯一一张彩票为个人行为，且原告资金已与被告个人资金混同，乙方是否有进一步的排他性的证据，能够证明监控录像中打印出的那特定的一张彩票，也就是最终中奖的这一张，在购买当时已经被被告明确指认为合伙财产。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不能把合伙意愿死死地钉在那一张具体的实体彩票上，吴律师的诡辩就会成为无懈可击的铁案。大飞绝望地抓着头发，老陈深深地叹了口气，因为在常理看来，雷子既然想私吞，又怎么可能在买票的时候留下这种致命的把柄？他连票都没拍照发群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雷子的冷笑越发肆无忌惮，吴律师也在慢条斯理地收拾着文件，仿佛已经准备好提前退庭庆祝了。我静静地坐在原告席上，看着对面那两张丑恶的嘴脸，胸膛里那团被压抑了3个月的怒火，此刻终于化作了极其冷静的冰霜。我站起身，声音不大，却在空旷的法庭里犹如一声平地惊雷。吴律师收拾文件的手猛地一顿，雷子脸上的冷笑瞬间僵住了。审判长，被告律师刚才的辩护非常精彩，但他的整个逻辑闭环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上，那就是被告认定，只要他不把彩票的照片发到群里，我们就永远无法证明那张票属于我们。我伸手拿起桌上的一个黑色 U 盘，高高举起，但被告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在企图销毁证据，用谎言掩盖贪婪的时候，在微信群里留下了一串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足以形成绝对排他性的时间戳和语音证据。这份证据不仅能证明资金没有混同，更能将那张价值830万的彩票死死地钉在合伙财产的十字架上。法庭的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吴律师皱了皱眉，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律师，他最怕的不是对方律师有多强，而是自己的当事人在案发初期还没有律师介入时，
自己乱说话留下了致命的把柄。审判长，我申请当庭播放原告提交的带有时间戳的补充视听证据。准许。书记员立刻走过来接过了我的 U 盘，插入了法庭的播放设备。雷子死死地盯着屏幕，喉结剧烈地滚动着，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他绞尽脑汁地回想自己到底在微信群里说过什么，但他那天晚上因为中了大奖，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和神经质的状态，根本不记得自己发过的那些长语音到底包含了多少信息量。法庭的扩音器里传出了雷子那因为激动而变调的嗓音，那是开讲当晚他在群里发的第2条长语音。那个老陈、妃子、耗子，你们误会了。咱们合伙买的那张票，运气不好，全军覆没了。这张中头奖的彩票，是我当时打完咱们的票之后，看时间还早，随手掏自己的私房钱，另外打的一张复式票。紧接着是第3条语音，也就是在老陈要求他把没中奖的彩票拍个照发群里时，他的回复。哎呦，老陈，真是不巧，刚才对完奖，一看咱们合伙的那张一个数字都没对上，我嫌晦气，顺手就给撕碎扔进楼下的垃圾桶里了。录音播放完毕，法庭里安静的只能听到头顶空调出风口的声音。吴律师的脸色在听完这2段语音的瞬间变得比吃了死苍蝇还要难看，他猛地转过头，用一种几乎要杀人的凌厉目光死死地盯着雷子。吴律师，这语音怎么了？这不刚好证明合伙的票没中吗？串话！吴律师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后背猛地靠在了椅子上，像是一个被抽干了力气的皮球。作为顶尖律师，他太清楚这2段语音意味着什么了。雷子这个法盲自作聪明的谎言，直接把他们刚才构建的代理违约防线炸了个粉碎。我看着对面被告席上的内讧，转过身面向审判长，声音铿锵有力地开始了最后的绝杀。审判长，刚才被告律师的辩护逻辑是，被告收了钱，但违背了约定，根本没有购买合伙彩票，所以那唯一的一张中奖彩票是被告的个人财产。但现在这2段由被告本人亲口录制的语音，彻底推翻了这个虚假的前提。我拿起激光笔，指着大屏幕上同步显示的微信文字转录。第一，在这段语音中，被告亲口承认，他不仅购买了我们合伙的那张彩票，而且还在开奖后进行了核对，甚至完成了撕碎扔进垃圾桶的物理销毁动作。这在法律上属于被告本人的诉前自认，他承认了合伙彩票的客观存在。第二，被告在语音中明确表示，这张中头奖的彩票是他打完咱们的票之后另外打的一张，也就是说，被告自己向所有人宣告，他当天在彩票店至少打印了2张彩票。我猛地转过身，目光如炬地逼视着被告席上的雷子，但是监控录像拍得清清楚楚，被告从进门到离开，整个过程中打票机只突出了唯一的一张彩票。法庭里鸦雀无声，旁听席上的几个人甚至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逻辑的闭环在这一刻形成了完美的绞杀。既然监控录像证明世界上只存在这一张彩票，而被告又亲口承认那张合伙买的彩票已经被他成功打印了出来，那么这唯一的一张彩票，除了是合伙彩票还能是什么？被告所谓的另外打的一张个人私房钱彩票，根本就是一个为了私吞800万巨款，在极度贪婪下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它在物理上根本就不存在。审判长，在证据链的相互印证下，原告转账150元，资金交付，被告确认并前往彩票店履约意向，监控显示只打了1张票，履约行为，被告亲口承认合伙彩票已打出，诉前自认。这条时间轴严丝合缝，具有绝对的排他性。这张价值830万的彩票就是我们4人合伙出资购买的那张，根本不存在什么资金混同，因为那唯一的一张票就是用我们的合伙资金买的。绝杀！大飞激动得浑身发抖，双手死死地抓着桌沿，眼眶通红。老陈则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摘下老花镜擦了擦眼角。雷子彻底崩溃了，他那张精心打理过的脸此刻惨白如纸，五官因为极度的恐惧和绝望而扭曲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那晚自作聪明编造的2张彩票的谎言，竟然成了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致命绞索。不是这样的，这不算数。我当时喝多了，我那是吹牛的，那语音是我胡说八道的，监控里那张票就是我自己的，我就是没给他们买，我违约了，我赔他们钱还不行吗？吴律师，你说话啊！你不是江城最好的律师吗？你帮我反驳他。雷子突然像发了疯一样从被告席上站了起来，双手疯狂地挥舞着。吴律师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整理着面前的文件，看都没看雷子一眼反驳。拿什么反驳？当事人的客观监控和主观自认形成了毫无破绽的闭环，他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法把黑的说成白的。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个案子彻底输了，自己那高达100万的风险代理费也跟着泡汤了。被告人，请控制你的情绪，遵守法庭纪律。审判长严厉地敲响了法锤，2名法警立刻走上前，一左一右地按住了激进疯狂的雷子，将他强行按回了座位上。雷子瘫坐在椅子上，双眼空洞地看着法庭的天花板。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那个住大平层、开大奔、把兄弟当垃圾踩在脚下的美梦，在这一刻被冰冷的法律和严密的逻辑彻底击得粉碎。法庭调查和辩论环节结束，审判长和2名陪审员交换了意见，随后看向全场。本案案情事实清楚，
证据链条完整确凿，现在休庭15分钟，稍后进行当庭宣判。15分钟的休庭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但对于坐在被告席上的雷子来说，却像是凌迟前的倒计时。他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双眼死死盯着审判长空荡荡的座位，嘴唇毫无血色的哆嗦着。旁边的吴律师正黑着脸，把自己的案卷材料一股脑地塞进公文包里，连拉链拉得震天响，显然已经放弃了任何挣扎。当时针指向11点半，审判长和2名陪审员重新走进了法庭。全体起立！伴随着书记员洪亮的声音，全场肃立。雷子双腿发软，是硬生生抓着桌子边缘，才勉强站直了身体。审判长拿起那份刚刚打印出来的判决书，目光威严地扫过全场，声音沉稳而有力。本院认为，合伙购买彩票属于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民事行为。结合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彩票店监控录像以及被告本人的微信语音自认，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严密且具有唯一排他性的证据链。被告主张的资金混同及代理违约，缺乏事实依据，且与客观监控证据及被告的主观自认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那张中奖的彩票在法律事实上应认定为原被告4人共同出资购买的合伙财产。听到这里，大飞的眼眶瞬间红了，他死死咬着嘴唇，用力握紧了双拳。老陈也激动的双手合十，无声的念叨着感谢老天。审判长稍微顿了顿，掷地有声的宣读了最终的判决结果。判决如下：涉案体育彩票大乐透产生的中奖金额，税后共计人民币664万元，系原被告4人按份共有的合伙财产，每人享有25%的份额。被告雷某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林某、张某、陈某分别支付人民币166万元，共计498万元。本案件受理费、诉前财产保全费等共计5万8千元，由被告雷某全部承担。随着法锤清脆的落下，这场关乎800万巨款、考验了30年人性的荒诞闹剧，终于在法律的雷霆之威下画上了休止符。不，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钱！雷子终于崩溃了，他像是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直接跪倒在被告席的桌子后面，双手抱头，发出了凄厉绝望的哀嚎。但法庭里没有人同情他，贪婪的反噬终究要由他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雷先生，既然案子已经宣判，我们的委托代理合同也算履行完毕了。虽然风险代理的提成没有了，但我个人的10万元基础出场费，请你在3天内打到我们律所的账上。如果你敢赖账，我们律所会有专门的团队来跟你讨债。吴律师提着公文包，冷冷地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雷子，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怜悯。说完，吴律师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法庭。吴律师，你别走，我们要上诉，我们上诉啊！雷子连滚带爬的想要去拉吴律师的裤腿，却扑了个空。我静静地看着他这副摇尾乞怜的惨状，心里没有痛快，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雷子，30年的兄弟，你为了这笔钱把我们当傻子骗，当抹布一样甩开。现在呢，你不仅要把钱吐出来，还得自己承担几万块的诉讼费。你这叫什么？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大飞走到被告席前，居高临下的看着雷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老陈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猪油蒙了心啊！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你们分我一点，哪怕一人少拿10万也行啊！我现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我要是拿不出钱，他们会砍死我的。雷子抬起头，那张脸已经因为极度的绝望和后悔扭曲得不成人形。他突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猛地扑过来，抱住老陈的大腿。雷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那天晚上在5星级酒店，你骂我们是底层垃圾的时候，可曾想过给自己留条后路？这钱是法律判给我们的，1分不多，1分不少，你好自为之吧。老陈叹了口气，用力抽回了自己的腿，眼神复杂地看着他。说完，老陈转过身，和大飞一起走向了法庭的出口。雷子，其实你本来可以成为我们4个人里最风光的一个。如果我们平分了这笔钱，大家依然是兄弟，遇到困难依然会互相帮衬。但你选择了独吞，你不仅输了官司，还输掉了这辈子最后的一点人味。我站在原地，看着雷子那双因为恐惧而颤抖的眼睛，最后留给了他一句话。我没有再理会他撕心裂肺的哭喊，转身大步走出了法院。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江城的夏天依旧闷热，但我的心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通透。几个月后，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走完了，因为有诉前财产保全，那被冻结的600多万直接由法院进行了强制划拨。看着银行卡里转入的166万，我们3个人在老地方的烧烤摊聚了一次。大飞用这笔钱盘下了一个更大的汽修厂，自己当起了老板，再也不用受别人的气。老陈给儿子全款买了一套婚房，终于放下了心里最大的那块石头。而我还清了房贷，把剩下的钱存进了理财账户，生活依然照旧，但多了一份从容。席间，我们默契的没有再提起雷子的名字，直到老陈喝多了，才唏嘘的叹了口气，跟我们讲了雷子的近况。
雷子拿到了属于他的那166万，但这笔钱并没有给他带来翻身的机会，因为在案件审理的这几个月里，他为了装门面，为了支付吴律师的前置定金，以及为了维持他在亲戚面前大老板的虚荣，在外面借了30多万的民间高利贷，利滚利。等到判决下来的时候，债务已经滚到了60多万，高利贷的人天天去他家里堵门破红漆。他老婆秀芬原本就是个见钱眼开，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人，眼看800万变成了不到100万，还要背负这么大的债务。秀芬直接向法院起诉离婚，因为这笔钱是在婚内取得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判决秀芬分走了剩下的一半，并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雷子还完高利贷，交完诉讼费和保全费，手里最后只剩下了不到10万块钱。10万块钱换来了众叛亲离，换来了妻离子散，换来了一个名誉扫地的下半生。听说他现在连原来那份工作也丢了，因为这件丑事在他们公司传得沸沸扬扬，老板嫌他品行不端，找个借口把他辞退了。现在的他每天躲在出租屋里借酒浇愁，成了周围人口中彻头彻尾的笑柄。这就叫恶人自有天收。来，耗子，陈哥，敬这操蛋的生活，也敬咱们还能坐在一起喝酒。大飞听完冷笑了一声，举起手里的啤酒瓶，3个玻璃瓶重重地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金黄色的啤酒沫溢了出来，洒在了满是油污的桌面上。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确实是一面极其残酷的照妖镜，它能照出最真实的人性，也能放大最丑恶的贪婪。面对利益的诱惑，有的人选择出卖灵魂，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而有的人守住了底线，最终得到了应有的馈赠。生活还在继续，那张被撕毁的彩票就像是一场荒诞的梦，梦醒之后，那些被金钱吞噬的人永远留在了黑暗里，而我们依然要迎着明天的朝阳，脚踏实地地走下去。